有人说，寒门出贵子，已经终结。普通人想考上名校很难。有人说，我命由我不由天，高考仍然是最公平的竞争。只要你足够努力，依然可以咸鱼翻身。但假如连物种都不同的话，怎么公平呢？因为高考是我们大部分中国人比较刻骨铭心的青春记忆，所以先进行了对300多个师生的一个深度的访谈，对10多所高校进行走访，大概是9个月的时间。在填调之前，我们在构思这个故事，和填调之后，我们再去进入这个故事的时候，就是你的感同身受，你和这个故事的距离是不一样的。编剧也越来越对这个故事，他对这里面的人物，他有一种信念感，他越来越强。很多人会认为逆袭名校是一个非常理想化或者非常戏剧化的一个设定。我们当时也找了非常多这样子的真人真事以及案例吧。这一个人的案例就是我们的学习指导黄河清。说到逆袭这个事情，就是我自己其实是一个逆袭生。剧组告诉我说，这个剧不只是想要表现出它的戏剧的冲突里面的剧情，那很明确的感觉到，就导演和编剧是很希望能够把学习、教育这些主题传递给每一位观众。同学们，学历值简单理解就是你们考上清北的可能性。没有记忆方法，就算是背过了，考试也会忘。这才是秘籍。我不敢说是我自己的独创，但是是一个大家在平时交流啊，包括真正带学生啊学习的过程中真正会使用的这样一些方法，并不是凭空创造出来的。如果说改变命运是你们学习的原动力，那不甘心就是你们学习的核动力。我觉得会有一些艺术的处理，但整体的主体是没有什么太大变化的。我也很有幸能够跟有这样想法的编剧和导演最后能把它做出来。心理领域这个部分，因为对年轻人的影响挺大的，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希望是心理老师用到的方式以及他的话术都是真实有效。在心理疏导这一块的话，就是我会把剧本中的这几个角色去想象成，就是如果他们是我真实的访客，那我应该怎样去对待他们。先说心理老师在学校是一个哪里需要哪里搬的螺丝钉，到后面我们才意识到真的不能少这一块。对，所以《明龙少年》这个剧它本身就很有意义。因为高考相当于是我们大部分中国人的共同的记忆吧。如果我们做的故事和人物比较悬浮的话，就没有办法达到大家的共鸣和共情。其中有一场戏是妈妈在逼问他是否要考大学还是出去打工，这个决定的时候，于洋把自己关在了房间里面。就是我们深度访谈提到的一个真实的素材。你们好没有良心啊！跟我们采访的时候说的一段话，我们特别深刻。他说，妈妈敲开的不是我的房门，而是我心里那个安全的港湾。从此我的家不再是安全的地方，我只想往外走。它之所以带来的那个冲击这么震撼，它其实是来自于真实的人物和事件。我们是一个浪漫的现实主义故事啊，但是它的表现方式是比较接地气的，是有现实主义的这个很强的一种风格的。人生其实真正的未来，真正的目标，不只是高考，而是如何让我们的人生学会追逐希望。这就是你们的最后一节课，我祝愿你们长大，同时也不要长大。祝愿你们获得生存的智慧，却永远也不会失去生命最本真的热情和纯真。
未来的几十年、100年，靠你们自己过了。